大家以后请假的理由真的不要太离谱。那天我就骑着上班，在路上碰了一下，老板打电话问我为啥迟到了，我当时嘎就把电动车扔地上了，掏出自拍杆就开始给老板剧情演绎了，然后担心大家省了7天。可我妈当真事儿了，天天好吃好喝在这伺候着，把老家太爷爷祖传的壮骨粉都给我打听来了。就这样，完事这几天没去上班，老板也是装会来事儿的。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，他就带了半个公司的人来我家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，我难受，我想哭，就那种明天就开学做暑假作业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我嘎就从床上动起来，坐那就开始往嘴上哭吐粉。我就怕他看我这几天生龙活虎的，再把我工资撤回了。但在屋里听着外面寒暄了几句，怎么就没动静了？我赶紧打开手机上的客厅监控，就在那看啊。在画面里，我妈进厨房泡茶了，老板带着一群同事在我家客厅桌子面前鞠躬了。我一看桌子上摆着各种水果，然后中间放着那坛祖传的壮骨粉。这画面应该是误会大了，因为有位同事已经开始抱着那坛子哭了。我妈出来一把就抢过来了，她说：“这是萌萌的，别弄湿了，还得吃呢。”这误会也太炸裂了吧！老板他们全懵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我妈还在那客气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点不？走的时候拿点装点啊，这都自己家的好东西啊。”我看这画面，他们明显是要绷不住了。我妆都没化完，就赶紧冲出来。大家好。我就说请假的理由不要太离谱吧。这条视频告诉你们什么人不适合上班。那天早高峰挤地铁，有个帅哥对我拍了拍旁边的空座，这一下子就给我拍的心跳加速了。我先迷茫，再确认，然后一屁股就甩过去了。可我怎么比他高半头呢？我当时想赶紧起来，可后面那女生一把就把我薅住了。她说：“你别动，千万别动。”我说：“为啥呀？你抢我做愧疚了？”她说：“不是，你做我早饭上了。”我说屁股底下怎么这么热乎呢？当时早高峰，所有人都用判官的眼神审视着我，就好像我是那种不让座就坐别人身上的无赖。我只能跟他假装很熟的开始尬聊。我问他屁股底下是剩饭，他说油饼豆腐脑一大碗。我问他甜的咸的，他说甜的。我说怎么会有人喜欢吃甜的？他说给她男朋友带的。我说你男朋友疯了吧？我就爱吃甜的，怎么了？你俩是？好吧，这个座位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。地铁一开门我就弹射出去了，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他们绝对猜不到这一路哩拉的豆腐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我一直溜到公司门口，然后突然眼前一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在黑暗中闻到一股芝士味，我想着是不是要去见我太奶了，我的眼泪就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。什么？同事说我低血糖了，让我抓紧吃点零食补充能量。这乐芝芝士夹心饼干，金黄的饼皮上有一丢丢小海盐，加上浓郁的芝士夹心，咸甜酥脆，还有这个7层厚切威化，3层芝士夹心和4层酥脆威化，海盐芝士味可盐可甜，直接就让我站起来了。我还是坐着吧，我让同事帮忙拿个椅子，他说你还是站着吃。我说为啥？他说你屁股上有块油饼。中毒消化不好呀。什么人才会花了钱找顿踹呀？最近公司的00后好像开始步入老龄化了。保洁说我们一天掉的头发都能绑个拖把了，颈椎侧弯了，腰椎强直了，哥们儿一坐就开始瘫了。姨妈都该2月敲一次门了。你咋了？我们是家非常有活力的公司，都是年轻人。看出来了。老板一看我们这状态，感觉都要比他先退休了，然后就开始画饼了，说加班干完这单就带我们去按摩。去，现在去！完事到地儿，他和客户先按上了，还在那跟我们讲解呢，说脚上有反射区，哪里疼就是哪里有问题。没事，疼嘛，这干，你是感觉是。老板说这玩意儿太遭罪了，年轻人受不了。我说没事，我们不按脚了。我们直接上店里最贵的踩背啊！这项目是真新奇啊！开始之前我还特意问了师傅脚臭不臭，师傅说不臭，都消毒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去！
你们也知道，我苏萌主打是一个肠胃不好的人设，我踹的肠胃都蠕动了。当时我就绷不住了。老板一看我面色红润，说换他试一下。我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一动也不敢动啊！我赶紧从包里把善存男士掏出来了。老板们10千紧工作中可以常备善存男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，里边富含22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维生素 B2是能量代谢中不可缺少的成分，泛酸是能量代谢和组织组成的重要成分，吃这么1粒就够用。这足才老遭罪了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受着吧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我脚臭了。我痔疮复发，结果被人拉来跑马拉松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2年我去给老板请假，老板问我要去干啥，我没好意思说我有痔疮要嘎，我就说我工作压力太大。他说那这不能请假，正好有个活管吃管喝还有奖金拿，正好去放松一下。可我到那一看，直接人傻，快点，全麻。我刚想溜，那发令枪就响了，后面的人跟泄洪似的就奔我来了，我当时就被迫上场跑了。后悔的就是那天我穿了个金领子，那一嘴一摩擦，啪啪的跟放鞭炮似的。最完蛋的是我痔疮还没嘎，那跑的每一步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完事我还获奖了，最佳精神奖，因为没跑几步我痔疮就崩了，一个华丽的后摔就绽放在。当董老板还给我举办了个庆功宴，我想着说句话就接着走，可老板他辛苦了啊！全年是宽菜啊，可以谢一下。但是明天还上班。那我先走了。但是喂，喝酒活叫活分子酿酒技术的重开活分子酒，入口柔不易醉，当晚喝当晚醒酒。干啥呀？倒酒啊？我当时已经感觉不到我下半身的存在，痛过头了，已经麻了。完事我打车就准备往肛肠科撩啊，可车一到，老板问我去干嘛，我说应该是回公司加会班吧。我让客户先回，晚上你再打一辆啊。哎，不是。过会儿老板的视频就发过来，我们送哪来了？高瓤科，来这边看进来。啊？他说客户看到肠镜9都行。假期阶段证能有多离谱？就一进公司这个门吧，他就浑身难受。老板说让我抓紧充电找回状态。我冲！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让工人别太智能，我从头到脚那能不主动尽量被动。我还新入手了个臀部按摩器，大腿皮还带加热耳机，往上一坐，怎么安静了？我当时用力坐着，不让那按摩器发出动静，可它好像是压感的，越重它越动。我一心脏感觉不太对劲了，突然颤过肠胃炎，我想吐，我手收不住的那种，但我还是很礼貌的调整了喷射角度。我的心血，我的早饭。完事，客户还是比较有格局的。他吃完饭回来，还让老板以后给我充足的休息时间。你被开了啊！然后我起来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一股泡菜味，原来是客户做我工人在那换洗。哎，我看我这是啥？我说臀部按摩器，他说他想试试。不。客户说这几天他痔疮还便秘，没想到还有这种享受。我说你非要试，那就拿着这个吧。他问我这又是啥？我说这是舒洁湿厕纸，无论多拉、塑拉、躺拉，那都能擦干净。尤其是有痣青年的敏感局部地区，植绒面料呵护娇嫩肌肤，纯化水配方，成分安全，7秒速干不反渗。他懵了，我说你先别懵，我看说明书了，这臀部按摩器饭后不能使用，你非得用，拿着吧。如果可以选，我下辈子绝对做男人，因为我再也不想请客户吃饭的时候来大姨妈了。就山东这个职场宴请吧，他是得对号入座的。客户进门的时候我才知道，下，我坐主陪位上来了。当时的情况，我只能翻着凳子站起来，可小腹一用力，他就跟泄了洪似的，主陪干到副陪，寻思没啥事儿了吧？后来的同事那个客气啊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直接给我跟客户旁边来了。早知道让我换啥位置啊！这半拉每个座都让我沾染了。眼看同事们从刚开始的热情变得都不说话，因为都忙着拿餐巾纸往屁股底下塞。客户觉得不对劲儿了，当场想起身带个酒。我带一个吧，啊，带个。
旁边同事突然问我带姨妈巾了吗？终于有伴儿了。哎呦，别！同事说他屁股底下。当时全屋人脸都红了，一个都没站起来。可这时候客户站起来了。哇！他说他这两天痔疮犯了，刚才好像疯了！领导，我去见客户，结果被人误会在试衣间上厕所。事情的起因是那天开会，我穿了一条移到球圈里锁锁的裤子。那会后喊口号，我一使劲儿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崩了人客户一脸。因为过几天还得找他签合同，我特地在搜上找到减肥搭子，互相监督，狂减了3天。出发之前我还特意塞了块巧克力，不怕我低血糖在晕的面前。没想到这客户这么小心眼，他记仇啊！我等了他1个小时他才来，我刚要起身握手，感觉屁股底下不太对劲儿呢。胶粘，我心想我都3天没吃饭了，不能吧？上次不好意思啊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解释，这是从皮兜里掏出来的黑手。为了自证清白，我当场喝了一口。没关系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来吃饭吧。吃饱了。我拿减肥3天的事迹跟客户解释，客户一感动说要带我去买条新裤子。可我后悔当客户的面跟导购说我穿 S 码，进了试衣间根本就系不上扣啊！我使劲一脱，一脚给人试衣间戳了个洞。我穿着我的旧裤子就躲厕所去了，可我上完总感觉少什么步骤，平时都提2下，刚才就提了1。我那啥了 S 码裤子里了，这尬事我实在找不到人求救，于是我赶紧上搜，遇见里边没有现实朋友，我跟他们说我那啥没穿，他们都说我是 BT， 好不容易遇到个信我的，他说他喜欢的男爱豆也经常不穿啊，谁呀？啊呸，先别提了，我说你赶紧帮我想个招吧。他说破财免灾，就把那条裤子买了，还是邹人脑袋快。我大小是个网红，那毕竟还是脸重要啊。可我回去的时候，客户已经在帮我付钱了，我说不用，客户说不能退了，我说我知道，我把里边东西拿出来就行了。可导购说已经帮我拿出来了，但裤子里边的黑色不明物体拿不出来。我不是我